团团，为什么不让嫂子来了？这个地方不安全呐，说不定哪一天，轰的一声，全都报销了。什么叫轰的一声全报销了？听不懂您说的话呀。你不知道啊，这个地方原来是个火山口。如果哪一天火山再爆发了，轰的一声，你明白了吧？哦，明白了。哎呀，这小手这挺有劲儿啊！必须有劲儿，干什么都有劲儿。哎呦呦，好，哎呦，二东家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坐那陪我喝点茶。茶我就别喝，站着就行。让你坐你就坐那。来，这真有品位，喝上茶了。哎，我来。谢谢二东。哥吧。鬼火啊，你知道我找你有啥事儿啊？二东家，那能不知道吗？二东家，你看这事儿没给你办明白，这3块大洋还是给你吧。去你娘的鬼火！你把我关世才当成什么人？事儿办成办不成，这3块大洋我能要吗？赶紧揣起来。不是二东家，我给你关队长。哦，对，关队长，不是那这钱，那我还拿着呀？揣起来，听不懂人话呀？谢谢关队长。哟，柳儿啊，哎，干活呢？太太，有事儿啊，有点事儿，先停一会儿。丁大命今年20几了？大明25了，属猪的。呀，25了，得说房媳妇儿了。可不是该到成亲的年龄了。我爹娶我娘那时才19岁，可是大明一个穷长工，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呀？你觉得大丫怎么样？大丫挺好的。你也觉得挺好，是不是？柳燕啊，你个大命是你小叔子，你要觉得这事挺好的，你就跟他说去吧。咋的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我有时间跟他说。哎，你啊，你怎么跟他说？嫂子，哎，你好点没？好多了，我给你煮几个鸡蛋。谢谢嫂子。咋的了，嫂子？有事儿啊？太太找我了，想给你娶个媳妇儿。给我娶媳妇儿？嗯，不会要把山杏儿嫁给我吧？不是，是大丫。让我娶大丫？宝贝儿啊，你去好，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叫你啊。哎好嘞呀，我眼睛也不瞎，那大丫一看着丁大命，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那家喜欢的就恨不能上前啃2口。你想想，你能搂着大丫？关队长，你算是戳我心窝子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个大丫咋看这丁大命都得劲儿，那一看我，就这眼睛，立马就变成3角眼。你说差啥呀？真他娘的闹心！鬼火啊，有我以后你就不闹心了。有你我咋不闹心呢？哎，嫂子，你没看见鬼火他看见大丫眼睛都放光了啊？我要把大丫给娶了，鬼火不是在这上吊，就出门跳井，这太伤天害理了。你不娶不行啊！咋不行？
太太跟我说了，你要是不娶大丫，就把你从泰丰粮行撵走，不要你了。不要就不要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处处不留爷，还有歪脖树。喊啥呀你呀？爹娘都走了，你哥也不在了，真要是把你撵走，你上哪找落脚的地儿？你放心吧啊，肯定有落脚的地儿，而且啊是个好地儿。宁肯离开也不娶大丫，肯定不娶大丫。跟你哥一样，就是犟。桂花啊，你帮我盯紧了丁大命，等我把山上的土匪游击队给灭了，我就替你把丁大命给灭了。到那时候你不就可以搂大丫？灭丁大命？嗯，哎，别！哎，关队长，我跟丁大命干这么多年了，有感情，灭他，我是不忍心。要说你小子就成不了大事儿。俗话说，无毒不丈夫。你要想办成大事儿，你就得毒，就得狠，懂不懂？你没有那股毒劲儿，你还想搂大丫啊？癞蛤蟆你都搂不着。听不听我的话？听。记住，给我盯紧了丁大命，只要他跟山上那2伙人接触，马上向我汇报。听不听着？听着。你不，你小子，你小眼睛卡巴的，我告诉你，可不许糊弄我。你要敢糊弄我，先把你灭了，你信不信？哎呀妈呀，关队长，我就是糊弄阎王爷，我也不敢糊弄你啊！放心吧，我把丁大命给你盯紧了。行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六月里来，荷花儿红啊，鸳鸯。大小姐，咋了呀？这是一天天的。说吧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是不是鬼火欺负你了？欺负你了你就说，我跟你去收拾他。丁大命他咋欺负你了？东家让他娶我，我爹让他娶你，可他不同意。哎呀，行了，小点声。那他不同意，谁有法子呀？你有办法呀？我有啥办法？你去跟丁大命说，让他把我娶了吧。你说话他最听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大小姐，你替我说说好话吧。哎，行了，那我去问问丁大命到底是咋回事儿。至于他答不答应，我可保证不了。大小姐，你真替我去说呀？真替你去说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可真是活菩萨，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。那我亲你2口吧。哎，你想把我当大萝卜啃呀？真是，你说你这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真是服了你。行了，我替你去问问。行，你跟着我干啥呀？我去不好啊。当然了，你要跟着我去，丁大命万一不好意思不说实话咋办？啊，行，那我在这儿等着。行，那你在这儿等着，等我信儿啊。嗯，我等你好消息，大小姐。哎呀，咋给忘了呢？那他能替我说好话吗？大命，哎，你真要走啊？不走咋办？我又娶不了大丫。那你跟山星商量了吗？他同意你走吗？跟他商量啥？他又不是我媳妇儿。你这么说话多丧良心呐！山星是不是你媳妇儿？但是他对你那么好，你走了不应该跟他商量商量吗？嫂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啊，我要跟他商量，我就走不了。
丁大命，哎，嫂子在呢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咋还收拾起铺盖卷了？山杏，刚才太太找我了，说东家决定了，让大命娶大丫。大命要是不娶，就把大命从太丰粮行撵走。那为啥不娶大丫？让你娶就娶呗，要命啊！我不想娶大丫。你为啥不想娶大丫？你是嫌大丫脸大，还是嫌她眼睛小？不是。啥不是呀？不是，你就是嫌大丫长得磕碜。谁磕碜的？你才磕碜。丁大命，哎，山杏，要不你俩说，嫂子先出去了。哦，嫂子，你别出去，你就在那儿坐着。哎，你说你还嫌人大丫长得磕碜，你也不搬块豆饼照照你自个儿啊？大饼子脸，蒜头鼻子，蛤蟆眼，小个儿不高，两腿短，走道一拽一拽，两头偏，扑通再到顶尖尖。笑，你接着笑，我看你能笑多长时间？好笑吗？告诉你啊，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那行，那我不跟你开玩笑了。那你跟我说，你为啥不娶大丫啊？人家大丫心肠热，会干活，懂事儿又体贴，脾气还好，人家咋配不上你呢？你要娶上这样的媳妇儿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那是，就偷着乐吧。来，你说说你到底为啥不娶？来，说说。你好好说说，你不娶大丫到底为啥呀？大命，山杏问你呢，为啥不娶大丫？心里到底咋想的？快跟山杏说。我不说。你是不是心里惦记别人？惦记谁你就说呀。是心里惦记谁说呀？我谁也不惦记。谁也不惦记，你为啥不娶大丫？你不喜欢大丫？你到底嫌她啥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就别瞎猜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从来没嫌过大丫。哎呦我的大明哥呀，我想听的就是你这句话呀。你不嫌大丫，你为啥不娶她？就是啊，你说你今天说话咋吞吞吐吐的？快点说啊！不说话了，哑巴了？来，你给我转过来，说说到底咋回事？哎，不是你们是真看不出来，还是假看不出来啊？啊，那鬼火对大丫多好啊，晚上做梦都把枕头当成大丫，搂着就是亲。那我要把大丫娶了，鬼火多伤心啊！我干不出这事儿来。这个该死的鬼火，我好事都让他给我耽误了，我找他去。啊，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呀？那如果鬼火要是不难受、不伤心，你就能把大丫娶了呗？那也不一定。那有啥不一定啊？非逼着我说。就逼你了，说。大命，你快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你别让山杏着急。说。行，那你们要非逼着我说呢，我就说。哎，往哪儿？哎呀！你其实我吧，你咋的？其实我真有点不喜欢大丫。说来说去，说这上头了哈。哎，咱先说明白了啊，我不是烦大丫，我就是觉得我跟大丫太熟了，这个她当我媳妇儿我不好接受。那你能接受谁？我能接受的人还没出现呢。还没出现。哎，那你先说说，你能接受啥样的吧？能接受啥样？是，我能接受我嫂子这样。这咋还唠到我这来了呢？嫂子，你说你脾气好、贤惠、宽容、善良，我就喜欢我嫂子这样的女人。那你把你嫂子娶了吧。
说啥呢，山杏？你不说你喜欢你嫂子吗？他不说他喜欢你吗？不是，他是说喜欢我这性格，没说喜欢我这人。嫂子，你不用跟他提。给我滚！哎，丁大命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：第一条，把大丫给娶了；第2条，永远离开泰丰粮行。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，你爱怎么选怎么选吧。爱管不管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处处不留爷，还有歪脖树。你喊啥呀你呀？你就说你喜欢他不就得了吗？我不喜欢他。那他喜欢你。他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。嫂子，咱就不说东家2口子能不能把她嫁给我，就是她真嫁给我了，就她这脾气，那锥子一样，一天扎我8遍。我要娶她这样媳妇儿，我这日子还咋过呀？那你咋办呢？就得离开了。嫂子，跟你说实话吧，要是没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打算离开了。去找郎雕？不找郎雕，我准备上山找共产党的游击队，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哎呀，干啥呀你这？哎呀，你干啥？干啥？哎呀，你再打我咬你啊！撒开我！我是你儿子呀，说打就打，说踢就踢呀。你要是我儿子，我还舍不得打你呢。鬼火，我问你，你凭啥喜欢我呀？你凭啥喜欢我呀？我喜欢你咋了？喜欢你犯法不？喜欢我，你搁心里喜欢，那不犯法。可你说出来干啥呀？啊！你见人就说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你把我好事都给耽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我耽误你啥好事了我？鬼火，你要真对我好，你现在就跟大命说，你不喜欢我，你看着我就烦我，烦的就像癞蛤蟆上脚背，就像耗子叮命缸，就像苍蝇钻鼻孔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咱整点不恶心的行不？你不恶心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快起来，你快去说吧。就按你这么说呀？我说我一看见你，就像癞蛤蟆上脚背儿，安娜，就像耗子掉面缸，就像苍蝇飞进了鼻孔里。对，就这么说。哎呀，大丫，你这是豁上了！你咋这么舍得埋汰你自己呢？你不舍得埋汰自己，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大丫，你想想，我就这么跟大命说了，说的这么恶心，人家还不娶你，你咋整？你那个就犯不着你管了，你赶紧去吧啊，赶紧去呀！鬼火哥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不去。行不行啊？你快点去吧！哎，你别整这出，你这么一晃呀，你这都给我晃酥了。酥了就快点去呀！行，我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毫不留情的埋汰你。那就这么办了啊！我这可真是豁出去了。哟，这谁呀？呀呀，是杏啊！杏啊！呀，那哭得这么伤心呢？啥事儿啊？杏，来跟奶奶说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有话说话，听见没有？来跟奶奶说咋的了啊？啊！我大孙女怎么的了这是啊？来跟奶奶。别，我爹一定大命娶她呀，他要不娶就撵她走。那大命他娶不娶啊？他不娶，他
不娶，你说你伤啥心呢？啊，他不娶大丫啊，说明他心里有你，你该高兴啊！干啥哭？我问他了，我问他你为啥不娶大丫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别人？他说他心里没有惦记的人，那这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没有我。哎呀，傻孩子，不能！我看大命啊，他挺喜欢你的。他不喜欢我，他说了，他喜欢柳叶嫂子那样的女人。那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他没开玩笑，他说的是真心话。怎么样？你干啥呀？东家撵我走，走呗，收拾东西。人家东家不让你娶大丫吗？娶了大丫你就不用走了？咋的？你同意我娶大丫啊？我才不同意！大丫是我的女人。臭不要脸样！那你说这啥意思啊？啊？啊！哎呀，你先给我，你先坐。干啥呀？哎呀，大丫让我来，叫我当你的面埋汰他，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看见他就像癞蛤蟆上脚背儿，就像耗子掉面缸，就像苍蝇飞进了鼻孔。哎呀！行了，太恶心了。怎么样？嗯，恶心吧？恶心呐！可我一点都不觉得恶心呢。哎，我就喜欢大丫胖乎乎、圆溜溜那感觉，娶回家里多舒服。哎，动了一下，给我3个，给我！你说啥呢？我啥也没说呀。大丫，他说你冬暖夏凉。你说谁冬暖夏凉呢？啊，我冬暖夏凉，你咋知道呢？我让你跟大明哥说烦我，你跑来跟他说这些，你让他咋娶我呀？啊是，哎，大丫，我今天不打你，我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大丫，别，行了，大丫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别闹了。我不闹能行吗？你不就是因为他才不娶我的吗？大丫，跟你说实话啊，就算鬼火不喜欢你，我也不能跟你成为夫妻。为啥呀？为啥你不知道啊？人大命心里只有山杏。扯我扯！大丫，我呢是挺喜欢山杏的，但是咱就不说这个东家能不能把大小姐嫁给我，就山杏的脾气，你俩都知道。我要把她娶了，那我这后半辈子得遭多少罪呀？大明哥，我脾气好啊。当我是死人呢，能不能给自己留点脸？不愿意。大明哥，好了，大丫别这样啊，没事啊。鬼火，行了，跟你们说，东家撵我走，我看我是待不下了，你俩好好的啊。行，怎么样？你保重啊。来，大明哥，你上哪儿啊？哎呀，没事啊，你哭，哥走了啊。大明哥，你往哪儿走啊？走了，大丫啊，走了。干啥？我哭是舍不得大明哥走，你在这哭啥？我哭是更舍不得大明哥走。鬼火，你咋那么假呢？啊，你巴不得大明哥走吧？你还想娶我？你放心啊，我就是嫁给那瞎眼骡子，也不嫁给你。啊！山杏，你哭啥呢？
杏啊，起来说话啊！你哭啥呀？我哭啥你们不知道啊？那我们俩咋能知道啊？是啊，你哭啥？我们咋能知道啊？你们就装吧！你们要把丁大明给撵走，他要走了，我心里能不难受吗？哎呀，我没撵他，我们想让他把大丫娶了。为啥逼他娶大丫呀？哎呀，不是逼他，我们是为他好啊！你说，大命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，出了这么多力，为他娶房媳妇儿，不应该吗？我们把他当儿子看呢。哎呀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你真要把他当儿子看，他不娶大丫，你为啥逼他走？我为啥撵他走？哎呀，为啥撵他走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对他这么好，他要是不接受，说明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条心，没有像我们对他那么亲。对，我们对他亲，他对我们不亲，我和你娘都伤心透了，所以呢，只好把他撵走了。这个道理，你听不明白？哎呀！你们这老两口现在这是跟谁学的啊？这嘴都跟油瓶嘴似的，滴溜滑滴溜滑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那点小心思，你们就怕我嫁给丁大明，所以就逼他娶大丫。他要是不娶，你们就不放心，你们就是要把他给撵走。哎呀，我们没撵他。对呀，你看你这丫头，这是净搁他瞎猜。就是你净瞎猜，你忘了当初你得病的时候，本想把你嫁给他，可他宁可走他都不娶。我们怕啥呀？对呀，我们怕啥呀？我跟你说呀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。谁说的？他喜欢我，就是因为你们嫌弃他是个长工，嫌弃他们家门槛低，所以他不敢承认他喜欢我，他就是将你们给吓住了。哪吓他了？你说？哎呀，我们根本没吓他。你说你这丫头啊，说话一点不讲理儿。是我不讲理，还是你们不讲理啊？啊！你，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我看这么办吧，把大命啊找来问问他，他要说喜欢山杏，就别撵他走了；他要说不喜欢山杏，他愿意走就走吧。东家，太太，奶奶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东家让我娶大丫，我不想娶。你们想知道我心里到底喜不喜欢山杏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喜欢。听见没？他说他喜欢我。哎呀，你喜欢山杏？东家，我13岁来到关家做长工，跟山杏一起长大的。山杏从来没有把我当下人看，对我那个好啊，就像妹妹对哥哥一样。我呢，也护着山杏，谁要敢欺负她，我就敢跟他拼命。但是，这种好啊，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，是哥哥对妹妹的好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明不明白？明白，说的太明白了。全明白了，我们谁都听懂了。大明，你说的是心里话吗？奶奶，是我心里话，半句谎话都没有。你给我闭嘴！听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。你不喜欢我，我还不喜欢你呢！你滚出我们关家！东家，太太，奶奶，山杏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，大命一定会报答你们。奶奶，
哎呀，东家不要我了，我也留不下。大明哥，你别走了，你不走，你不娶我也行，我现在就跟东家说，我不嫁你了。哎呀，哥知道你心眼好使，啊，但你把这个事儿啊想简单了，我能不能留下来，跟娶不娶你啊没太大关系。小杨，鬼火那人啊，挺好的啊，你跟他好好处，将来要成为两口子，哥知道了也高兴。别哭，哥走了。大明哥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大明，坐我这吧。现在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第一条把大丫给娶了，第2条永远离开泰丰粮行。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。我要把大丫给娶了，鬼火不是在这上吊，就出门跳井，这太伤天害理了。就算鬼火不喜欢你，我也不能跟你成为夫妻。为啥呀？人大命心里只有山杏，山杏从来没有把我当下人看，对我那个好啊，就像妹妹对哥哥一样。但是这种好啊，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，是哥哥对妹妹的好。给我闭嘴！听明白了？你不喜欢我，我还不喜欢你呢！快出我们关家！大明，人呐，要胸怀大志。什么是大志啊？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、繁荣富强的新中国，这就是大志。我们这些人呐，都是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着的。我希望你呀，也要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奋斗，早日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。大明，你脸是咋的了？四喜子，同志，我来了。我正要找你去呢，来，跟我来，有人要见你。王政委，我刚走过门口，碰到大明了。好，啊，王政委，你是来接我上山的吧？不是，我是来给你下达任务的。啊，那是啥任务啊？关队长让你留在关家大院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为啥要留在关家大院啊？留在关家大院，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王政委，我离开关家大院了，我回不去了。咋就回不去了呢？王政委，我离开关家大院的时候啊，我跟他们辞过别了，我磕头了，我还哭了，我说了那么多离别的话，你说这一转身就回去了，这也说不过去啊。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你必须得回去。王政委，我不怕困难，但是我回关家大院就得把大丫给娶了。我要不娶大丫，照样在关家大院待不住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你都得回去，这是命令。大明啊，你不是说过吗？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，真正的革命战士就是要听从组织命令，服从组织安排，为了革命的利益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。王政委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听懂了。
我也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。可是，哎，王政委，我就问你，这事儿要搁你身上，你咋办？我只能服从命令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先不说我了，我跟你说说关队长的事儿。抗日的时候，关队长和他爱人都在沈阳做地下工作。那年冬天，他妻子临产，关队长接到组织命令，立刻返回家乡组织抗日。结果，他妻子难产，大人孩子都没了。你说他这是为了什么？他这是为了咱们的国家，为了咱们的老百姓。我还真不知道三叔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呢。王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向我三叔学习，服从组织安排，听命令。我回关家大院，等待组织交给我新的任务。好。大命同志，根据你的表现，组织上接受了你的口头申请，希望你经得住考验，早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王政委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经得起考验，克服困难，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。这山杏对丁大命真是上心啊！这么大雨还出去找他。哎呀，那个山杏啊，咋还不回来呀？我不是说你们呢，这是啥事儿办的呀？明知道大命不喜欢大丫，非逼着大命娶她，这不是想撵大命走吗？娘，这都是你儿子出的主意。你不也同意了吗？娘，你看这山杏跟大命真够痴情的，不把他撵走，俩人整天在一块儿，不定哪天整出啥事儿来，那可真叫人笑话死了。再说这大命总惹事儿，总招惹守备团，三天两头找咱们家麻烦，弄得咱泰丰粮行的生意都受影响。要不把他撵走啊，早晚惹出大祸来。撵得好啊！大命走了，山杏掉魂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？哎，你说这个山杏跑出去办下晌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妈，山杏，你可回来了！你把你奶奶和你娘都要急死了。杏儿啊，你办下晌跑哪儿去了？杏儿找到大命了吗？跟你说话呢。山杏，大命他是自己走的，就是你找着他，他也不会回来。乖两位，吃饭吧啊！你吃吧。你吃饭吧。杏儿，跑一下晌了，饿了，来吃饭。坐吧。这是你最爱吃的锅包肉。那你吃鱼？哎呀，这个特意给你做的，你吃。客气什么呀？让什么让啊？贱！谁贱了？啊，我给姑娘夹点菜就贱了？你别心里有气就往我身上撒啊！我有啥气呀？一个长工，弄得全家都吃不好饭。他啥人呢？不就是一个出力的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爹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跟我说，不用拿我娘垫背。行了，吃饭吧，啥也不说了。你当然不想说啥了，因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还用说啥呀？丁大命在我们家干了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说撵就把人家给撵走了。他爹娘没了，唯一的哥哥也不在了，
他在这世上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不知道吃没吃上一口热饭，有没有淋着雨，有没有生病，又在咱们家待了10几年，你说你心咋就这么硬呢？啊，你咋一点都不心疼？是让人揪心呐。东娘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我找了你半天了，冷不冷？没事没事。咋淋了这么多雨？没事。哎，大小姐，来来来，我自己来。大命，哎，你咋回来了？东娘，我在外面啊溜达一下午，我在街上走，我在野地走，我真没地儿去，主要我也没带伞。都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真英雄。